手机耗电量快，原来是这个开关是没有关闭，难怪电池越来越不耐用的。我们新买回来的手机电池比较耐用，是因为我们用着用着也就不耐用，一天要充电好几次。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回事？今天给大家分享几个小技巧，手机一定要关闭这几个开关，又能够节约我们的电量，而且可能延长我们的手机使用的寿命时间。关闭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要关闭多余的启动应用，这些应用是我们在开机的时候直接自动在后面偷偷的运行，而且很多应用可能从手机买来都没有使用过的，再或者说根本就是1年半载使用过一次，它们最后在后台一直运行，就会出现了掉电量比较快，消耗我们的流量。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开启我们的关闭全部都关闭掉，这样能够节省电量，还有节省我们的流量，也能够避免产生一些没必要的设置电量。再把里面的应用管理不需要的应用直接禁用，以及把基本没有用过的全部都要删掉。像这样全部关闭之后，我们的手机电量比较节省。第二就是用户体验的改进计划，在这个功能上面几乎会出现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重要的是默认情况下都是处于开启的状态。用户体验改进主要是手机生产商用来收集用户使用的手机过程中的一些行为数据，可以用来帮助他们在后续能够对系统应用软件做出了进一步的优化完善。听起来似乎用处比较大，这个用处是针对手机生产而言，对于普通用户说几乎没有任何的用处，反而会增加了手机的耗电量、流量，甚至有可能造成一些个人的数据泄露的风险。所以有必要将这个功能我们进行关闭，再打开手机上的设置，然后点击系统的更新，再点击用户的改善，我们直接可以关闭后面的开关，开关变成了灰色就能够关掉。第三，关闭消息的通知。现在的智能手机，手机里面还有很多的软件，有的软件老给我们的消息推送，这既浪费了流量，也浪费了电量，竟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打扰，所以我们要关掉它。是在手机设置里面找到了通知状态栏，能够看到手机上有一个软件，然后点开一个软件，里面有一个允许的通知，把后面的开关关掉，这个软件的通知就会关闭。想要得到相关的比较多的知识，还能够批量的我们关闭一些软件，直接点后面的开关就好。这么操作，这些软件不会再给你推送任何的通知，既能够节省了流量，也能够节省了电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吧。第四，关闭手机的自动调节的亮度。很多时候，为了避免手机在光线强制要弱的情况，看不清手机的屏幕，所以会把自动调节亮度或者是开关打开。打开后，手机随着我们的光线环境也会自动的调节，这样不会出现我们看不清手机的屏幕问题。一旦打开了自动调节的开关，无疑会更加的耗电，所以我们在一般情况下，建议把这个自动调节的亮度开关我们要关掉，这样能够起到一个非常省电的效果。亲爱的朋友们，视频看到这里啦，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请您发财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您的每一个点赞对我都是前进的最大动力，非常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谢谢大家。第五，关闭图库数据的同步，不再是悄悄的耗电量又耗流量。
我们先来说一下图库数据同步这个事情。图库数据同步，简单理解一下，就是你用手机拍的照片、视频，它会自动的同步到我们的云空间里。不管你用手机还是电脑，只要有对应的软件，都能够看到这些内容的。听起来比较方便，对不对？可这是默认了情况下开启的图库的数据的同步，后来一直偷偷的在运行的，不仅消耗流量，而且会耗电的一直干活，耗电量特别的大。第六，手机的功能即用即开，比方说蓝牙、WiFi、个人热点、GPS 定位这个功能，我们用的时候再打开，不用的时候关闭就好，也能够有效的节省电量的消耗。开启之后会不断的输发一些信号，信号传输会耗电的。手机电量为什么跑得快？这些坑你是不是也踩过呢？一就是电池老化了，手机的中年危机。手机电池就像家里面用久的电动车的电瓶，刚买回来能跑80公里，用2年了，只能骑到小区门口溜一溜。锂电池有自己的寿命账本，反复的会使用的话，那么就会使我们的电池电量不够。所以呢，我们要及时的给它充电。这个误区呢，也是好，也是不好的。现在很多的电池，像以下用过2年就不成用了，就是给电池雪上加霜，一边充电，一边打游戏，一边看电视、看视频，手机真的是发烫，简直是在给虐待电池。充电时，手机本来就在干活，加上了高耗电能呢，就像马拉松选手背着沙袋冲刺，速度特别的慢，而且会加速我们的电池损耗。闺蜜之前总是边充电边追剧，半年之后，手机电量全部下降。第三就是后台的程序暗藏着电老虎，你是不是认为退出 APP 就万事大吉？其实大错特错的想法。很多软件退出后仍在后面摸鱼，购物的 APP 偷的刷新记录，音乐软件在检测的新歌，甚至某些清理工具还在后台扫描文件。这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悄悄地觅食着你的电量，等发现的时候，电量所剩无几。今天跟大家说一说手机充电时的常见的5个误区和习惯，看一下有没有中招。一、电量不用完不充电。我们的手机电量过低的时候，差不多剩下20%的电量，就会提醒我们充电，这个时候要及时的补电。很多朋友们看到这样的提示，就直接忽略，认为20%电量还能玩上一会儿，而且认为电量用好了再充，这样对手机好。二、边玩边充电，看电视、打游戏，手机提示过量变量低，很多朋友们拿上充电器给手机充电，然后继续玩手机。你知道，这个看起来平常的动作会给手机带来不少的伤害。平时手机充电，手机电池释放了热量，导致手机发烫，而玩手机也是一样的，时间长了同样会变热，边玩边发热。三、随意使用充电器，家里的电子产品比较多，充电器越来越多，很多时候充电器的接口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它们是互相使用的。很多朋友们给手机充电，为了省电，随手拿一个充电器充电，这样是不对的。四、一充就是一整夜，晚上睡之前给手机充电，很多朋友们都是习惯，第二天早上手机电量满满的，但是给手机充电充一夜，这不是一个好的习惯。现在手机基本上2个小时就可以充好的。五、错误的充电顺序。说起充电，有的朋友们习惯先插好手机再去插插座，但有的朋友们先插好插座再来插手机，
这两种方法都能给手机充电，但要先插插头，再插手机，就是充电的正确顺序。先把插头插上，就能够保证输出的稳定，避免了产生的脉冲电压。以上就给大家分享的关于手机电池的一些生活小知识，朋友们都学会了吗？可以试试哦。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非常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谢谢大家，我们明天视频再见。